你知道吗？当你的认知达到一定的高度，你就会觉醒，你会对整个世界和社会都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时间你会发现，花时间读书和学习很有意思，创造和赚钱都特别有趣，享受生活时每一瞬间都那么美好。尤其那些消极、焦虑、恐惧、强迫、抑郁等等的负面情绪都偷偷消失了。珍惜外界的干扰，评价、讽刺、嘲笑都不会对你产生任何的影响，你会越来越感受得到那个更高维度的自己，同时你也会越来越看到那个在三维世界里，在思维控制下，在那造作诉苦你自己的那个俗人，多么可笑和滑稽。这就是觉醒后更高维度的自己。我们的一生就是通往心灵觉醒的道路。每个人都有2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常常从大彻之后开始。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影片有点长，但耐心看完，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心灵觉醒的力量。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仔细的聆听。觉这个字在中国哲学里有着极其丰富和深邃的内涵，它不仅意味着人在感官和意识层面的理解与发现，更关系到人在精神和心灵层面的体悟与洞察。我们对他人、他物或外部环境的感知，我们称之为觉察；对自我及身心变化的领会，则是自觉。而人类自觉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循序渐进、自我发现和自我认识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从觉察到觉悟，从见悟到顿悟，一个人的自我认识将经历怎样一段复杂而玄妙的心路历程。何为见悟？何为觉悟？何为顿悟？一切众生皆有本觉，一切贤圣都是始觉，唯佛一人称究竟觉。觉悟既然是一个根本问题，就要知道觉悟的层次和内容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觉悟的可能性，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建立起根本的信念，追求觉悟，修行用功，才不至于漫无目标。佛经讲觉有各种层次，如说小乘、大乘、佛乘，就是以觉悟来判断位次的。小乘自觉，大乘自觉，觉他；佛乘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还有其他界定觉悟的方法。大乘起信论也把觉分为3个层次，即本觉、实觉、究竟觉。这3个层次，从凡到圣，从一切众生到菩萨、佛，都概括在内。一切众生皆有本觉，一切贤圣都是始觉，唯佛一人称究竟觉。这种界定的方法非常重要，它把众生、贤圣和诸佛都包括在内，都是围绕一个教字来判断迷雾、圣凡的差别。正因为一切众生本具觉性，修学佛法，勘破无明，断除烦恼，求得觉悟才有可能性。这种思想与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之后发现大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一脉相承。
这种思想鼓励我们每一个众生不要看清自己。彼既丈夫我一耳，不应自轻而退屈。所谓彼既丈夫，就是说从始觉到究竟觉的诸佛菩萨都是出世大丈夫。我们众生与出世的大丈夫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都具有灵明觉性，只因妄想执着盖覆了本有的觉性，盖覆了奉有的光明，所以流浪生死，不得出离。只要一念觉悟，就是出世大丈夫，明确了我们每个人自身的价值，自身潜在的能力，就有信心勇往直前地体现自身的价值，挖掘自身的价值，明确了自己本有的潜能。同样如此，只要把这种潜能发挥出来，生佛同体，无二无别，这就像穷子拾的一珠，转眼之间就成为富翁。这种富翁不是财富上的富翁，而是智慧与觉悟的究竟圆满。智慧与觉悟的究竟圆满比世间任何财富更加重要。世间的任何财富都无法和出世的无漏智慧觉悟相比拟。我们明确了自己本有的觉性，挖掘本有的觉性，就能逐渐开始觉悟，这就是始觉。菩萨、声闻、缘觉都正住于始觉，开始觉悟了，而且不会再迷失。觉悟与不觉悟，迷失与不迷失，就是在断障破执上来显示。小乘圣人破了我执，大乘菩萨我法二执都破了，所以始觉稳定了，不会再退失。始觉稳定了还要努力，要向究竟圆满的觉悟迈进，那就是要成佛。成佛才能究竟觉悟。究竟觉悟意味着什么呢？二障永除，二执永破，二思永断，觉悟圆满，智慧圆满，功德圆满，那就是究竟觉。究竟就是圆满而彻底。把觉悟分为这三个层次，以本觉为根本，以始觉作为修行觉悟的过程，通过漫长的修行过程达到究竟圆满的觉悟。我们能够明确觉悟的含义，能够从内心深处确信自己本自具有觉悟，具有觉性这一根本信念，对于鼓舞我们修行进步、精进莫放逸、树立必胜的信心十分重要。三、人是很复杂的生物，理论上是不能切块划分的。物可以切块划分，人则很难。为了归纳总结而强行把人切块划分，也是很模糊的做法。为了便于认识，我们姑且把物划分为这几个层次与类别：顿悟、见悟、开悟、觉悟、彻悟、悟道、正道、得道。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区别在于悟的程度不同。顿悟就是打破原本认知、思想界限的一个个小过程，吃饭、走路、睡觉都能顿悟。悟的范围比较小，也比较容易。见悟可以理解为连续性的顿悟，开悟比顿悟范围与程度要大，可以理解为大的顿悟。开是打开的一个过程，打开视野，打开思维，打开思想边界。觉悟可以理解为某个或多个领域、
某个或多个事物的从身到心的深度开悟、彻悟，未完完全全的觉悟，推翻之前的三观，甚至推翻之前的自己，重塑新的三观，重装思想的底层操作系统。悟道是觉悟了之后感受到这个东西。悟道是一个过程，道由虚空到实处，在世间落地演化的事物太多了，需要不断的去悟。正道即去验证所悟得道的正确性，去传播道，自己头脑不断开光的同时，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开光。得道是在悟道层次与范围足够大了，道体在人身上的显化。悟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头脑开光的状态。悟道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精神与身体处于最佳的状态，使人更好的存续。这是什么状态呢？人类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都有共同的标准，那就是通过使人宁静的方法，比如打坐、瑜伽、静修，使人去掉思想中的各种外界人造标准，即各类外界标准在人身上创造的 N 个我。佛家称之为妄，有的灵修学派称为小我。做减法，直至那个一或者零的状态，也就是道家所说的回归婴儿的状态，并且保持那个状态，与宇宙和大自然形成链接，最终达到身与心持续性的最佳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自然没有思想与身体上的苦，使人得以卡造物主的 bug， 以轻松愉悦的状态混迹于时间的洪流。悟道就在你我他日常吃饭、走路、睡觉之中，在这些过程中都能让人产生悟。悟是吸收知识的一个过程，它如同我们的肠胃一样，从食物中吸收身体运行所需能量。悟的过程就是由过去推测未来，由已知推断未知，由复杂分解出简单的过程。经历了悟，我们就具备了一叶知秋、窥斑见豹的能力，与真理也就越来越近。悟性有高低，但勤奋是捷径。体味悟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体味悟让我们快乐地获得真知，体味悟让我们开辟出人生的新天地。这些年，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成功吗？我见到过很多成功人士，他们生活的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论一个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总有我们看不到的辛苦。也可以说，所谓的成功，无非是换一种方法受苦。人生是一个天平，一个托盘叫人前富贵，另一个天平叫人后受罪，这两者永远都是平衡的。直到最近，我们终于悟到了答案：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世间那些真正的高手，都把人生每一件事、每一个当下当成一种修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来度我们的，或痛苦或开心，或好人或坏人，都只是我们修行的参照。我也终于想通了一件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开悟。如果一个人开悟了，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如果一个人执迷不悟，
即便把所有的好机会、资源给他，他也接不住。唯有修行才能开悟，无论是孔孟、佛祖、老庄还是瑜伽、上帝，他们存在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引导我们进入开悟的状态。开悟的关键在于破除我执。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活在自己的短见和偏见里，只有在临终的那一刻才能觉醒，发现自己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认知牢笼里。然而此时人生已经即将结束，那么最容易让一个人开悟的方式是什么呢？人生在世有2种痛苦，第一种叫生活的苦，第二种叫成长的苦。生活的苦和成长的苦，你总得选择一样。如果你能接纳成长的苦，就可以避免生活的苦，否则你就在生活的痛苦里不断轮回，越痛苦越容易觉醒。唯有经历过绝望之谷的人，才能看清人生的真相，才能开悟。有一种快速修行的方式叫苦行僧，这些僧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总是主动去忍受常人认为最痛苦的事，如长期断食，甚至断水，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忍酷热严寒等事情。他们让自己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样就可以更快地获得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苦行僧就被认为是修行的一条捷径，就是因为和其他修行的人相比，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吃的苦更多更深。痛苦就是让人觉悟的最快方式，痛苦也是人生的基本属性。我总结了一个苦难守恒定律，苦难是人生的基本特征，每一个人一辈子吃苦的总量是恒定的，它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无故产生，它只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你越是选择现在逃避它，越不得不在未来牺牲更大代价对付它。其实真正看透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在用苦难修行。你经受了多少的苦难，才能配得上多大的成功。所以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就是人生。比如求而不得，失去再也找不回，被误解，被排挤，孤独等等。当各种痛苦反复触及我们灵魂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点点觉悟，直到我们可以直面得失的时候，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我们就解脱了。直到我们可以直面生死的时候，能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我们就大悟了。上帝作为整个宇宙的设计师，他最精巧的一个设计，莫过于给人类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枷锁：凡是让你痛苦的东西，最后一定能成全你；同样，凡是能让你爽的东西，一定也能让你痛苦。比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寒门出贵子。比如晨练、学习、健身、瑜伽等等，都会让我们当下感到痛苦，但最终总会让我们获得长足进步。人生先苦就后甜，
先甜就后苦，这也是世界的平衡法则。比如美女、美食、美颜、美丽的罂粟花，都能让人有快乐的体验，但都会给人带来伤害。美食让人发胖失去健康，美颜让人迷失自我脱离现实，美女让人产生欲望失去理智，而且极致的快乐反而让人表情扭曲。比如性爱，每一阵快乐结束后都伴随一阵空虚，毒品的副作用就更不用说了。这也是《道德经》里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你在训练的时候很累，你在早起的时候很痛苦，你在努力的时候很煎熬，但是恰恰是这些让你当下感到痛苦的东西，才是你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的确，我们有时要远离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体现一下生活的艰辛，因为痛苦才是感悟人生的最佳方式。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人们越来越不愿意面对痛苦了。这个世界人们享福太容易了，吃饭有外卖，购物有淘宝，这不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吗？出门有滴滴司机主动来接，长途有高铁，约会有各种软件，无聊看短视频里的表演。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各种欲望都被填满，所有东西都可以送到你家门口，所有服务都可以直接上门。科技发展就是以无限满足人的享受和欲望为核心逻辑。现在的社会想尝试生活的艰辛，真的没那么容易了。而且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动不动就想过上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动不动就想环游世界，动不动就想寻找自由。下面这种生活状态就是很多年轻人的向往。钱多是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逢年过节拿奖金，别人加班我加薪，喝茶看报好开心，副业兼差薪照领。然而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理想，这是妄想。年轻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越来越浮躁了，而是越来越不愿意直面痛苦了。前段时间一篇文章火了，说的是那个追求自由而辞职去丽江的姑娘又回来上班了。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组成的围城，我们是无处可逃的。上帝真的很公平，很多人总以为避开了很多困难，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恰恰却走上一条大弯路。恰恰是这样的时代，那些愿意主动尝试生活痛苦的人，往往都是看透了这个世界的高人。美国名校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到访北大时曾提到，芝加哥大学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做困难的事，因为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做那些困难的事。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有一种潜意识，我所能享受的每一份幸福，都是平时修行出来的，是我平时积攒的福报。一个人是不能平白无故的享福的，也就是无功是不能受禄的，否则就是在损自己的福报。这是我强烈的意识，
以至于我每当有一点小成绩，都会用同种程度的痛苦抵消掉那种快感。比如，我从不会去花钱买逍遥，不去娱乐场所，只吃最简单的饭菜，穿最简单朴实的衣服。如果时间足够，我就去挤公交，或者我很愿意步行。我坚持每天跑步，跑到气喘吁吁。面对别人的辱骂，我从不还口。长途交通方式方面，即便是对方的邀请，我也会说就买个经济舱或2等座好了，因为这样我心里就很踏实。当你回首往事，你会发现那些让你终生难忘的、值得怀念的人生的重要经历，都集中在那些曾经让你觉得困难的事情上。实际上，这些困难是在增长你的见识，提高你的能力，磨练你的心智。正如一位将军所说，那些未能将我置之死地的事，会使我变得更有力。那些能取得大成就的人，往往都是看透了世界本质的人。他们选择自律，选择忍受各种痛苦，从不会随波逐流。这也是不断精进的过程。我们要记住一句话，人要向内求，向外修。所谓向内求，就是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要明白在关键时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答案，别人只能给自己一个指点或者启示，最终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求人不如求己，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向外修，就是当我们想修行提升的时候，要借助他人才能修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关闭起来，谁也不见，甚至跑到深山老林里躲着。红尘俗世就是最好的修行，而绝大部分人都搞反了。有困难的时候，总是先想着去求别人；想修行提升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跑到深山老林里，以为自己变高明了，其实就是很愚蠢的行为。真正的修行，既不需要藏在深山老林，也不需要躲在寺院庙宇。你若真能参透规律和本质，你闭眼的那一刻就能望见净土。最好的修行道场就是红尘俗世，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红尘炼心。所谓红尘炼心，就是当你遭遇困难的时候，你要从容应对；当你遇到惊喜的时候，你能坦然处之。用苦难磨砺自己，用诱惑锻造自己，这就是红尘炼心。要明白，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好事或坏事，遇到的每一个人，好人或坏人，都是来度我们的。我们经历的每一份惊喜，遭受的每一份痛苦，都是让我们觉悟的，或好或坏，或痛苦或开心，都是只是我们修行的参照。修行不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逃避，恰恰相反，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你修行的最佳入口，都是你的道场。如果你创业的道路艰难险阻，创业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的爱人之间有隔阂，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教育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每一件烦恼是道场，
每一次情绪是道场，每一次恐惧都是道场。修行的道场就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痛苦之处，在你每一次想冲动的时候，在你每一次急不可耐的时候。千万不要试图跳过现实的各种问题，妄谈修行和各种高尚，那一定是空谈。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是我们的道场。当一个人发现一切都需要自己才能给予自己的时候，他就开悟了。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与世隔绝，绝尘而去，而是为了一种人生的洒脱。因为你将拥有一种看穿事物的能力，能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一眼看穿人心，直达事物本质。于是你将看到最真实的世界，于是你开悟了。开悟之前是我在活着，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活着。它可以让我们从高维俯瞰自己，俯瞰众生，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就像你在玩游戏，之前你总以为你是主角，一直在努力打怪，后来有一天你忽然变成了玩游戏的那个人，于是一瞬间你就看清了自己所有的问题，能站在高维审视自己，让自己看着自己的各种行动，随时纠正自己。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可以让我们从高维俯瞰自己，俯瞰众生，从此开始游刃有余，这就找到了自己的魂。可自照，亦可照人。人生一旦开悟得道，就看到了真相，就认清了人生本质。这种人的人生从此只能自己做主了，因为没有人再能给他们提供鸡汤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得到开悟，祝你早日觉醒开悟，链接高维，开启本自具足的智慧，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